核弹真的很有威慑力。是这么大的强权美国，这么小的北韩，他都不敢打，就是因为它有核弹。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国家比北韩还要更恐怖，这个国家就叫伊朗。60到90，就是再也许精密一点、甩得快一点的那个分离机，如果它要快一点，没有任何人阻挡，然后也有人协助它的话，它大概多快可以做到90？你知道？1个礼拜，伊朗停在60%不动，它为什么不到65、70？因为你再往上走，人家就一定要消灭你，尤其90，我非要消灭你不可。但是60哦，他所充分的表示，你不要惹我，我是具备这个威胁性的。今天中东情势来关心到的是，这个是来自于内线的情报吗？今夜打伊朗。这个消息正式的曝光，我们今天会来做观察。另外，川普已经说了，第2艘的航母已经压境，要来威胁解除伊朗的武装。哈米尼在此刻则是霸气回呛，要展现意志的核弹。现在看起来中东的战事一触即发。今天我们赶快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的，就是美伊不是上周才完成核谈判，那破裂之后，川普10号的时候，他再次的呛虾，他说呢，在德黑兰，如果你再次的升高威吓的话，我们美国正在考虑要向中东来部署除了林肯号之后的第2艘航母，并且警告说，如果接下来的核谈判协议还是破裂的话，美国我们接下来会采取非常非常强硬的手段。美国在军事上也有了准备，随时做备战。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接下来的第2艘航母可能是哪一艘呢？现在有消息指出，可能是驻日的华盛顿号，或者是在美东的布希号。但是呢，这2艘航母到中东时间，可能还是需要至少1周的时间。所以现在也在说，有没有可能是福特号过来呢？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 P8海上巡逻侦察机在这几天擅自的闯进了伊朗的领空。不过呢，我们来看到伊朗的空军强硬的表态了，在政治上面的立场却没有开火做拦截。再来就是我们持续看到美军现在正在强化自己在印度洋的关键轰炸机的基地，并且另外一方面，美军正是透过这一些运输机、货运机，将它的坦克从挪威运送到约旦去了。再来海上。这个是阿利伯克级的飞弹驱逐舰，已经停靠在印度洋的这个港口。所以呢，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请教孙委员怎么看了。航母还在路上，但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美军侦察机 P8 已经到了伊朗的领空，现在是在威吓谈判，还是实际战前已经开始做一个宣告、做一个准备？委员怎么解读？这是川普很擅长玩的一个手法。我觉得川普其实很擅长的在谈判之前或者谈判过程当中都采取所谓的极限施压嘛。所以如果川普说要动武这句话是真的，他早就动武了。就是他吆喝威胁说要对伊朗动武，已经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我记得早在我这个节目大概好几个星期以前吧，就已经有来宾预测说今天就会动手了。结果呢，到现在为止都还没动手。那么川普还不但还没动手，川普还说要等第2艘航母来的时候，可能再要动手了。那第2艘航母什么时候来也不太清楚。那当然，你说川普用这种极限施压的方法来对付伊朗，也是情有可原的。就因为他真的能动手，他动得了手吗？他经得起动手之后所承受的损失，然后动手之后那个没有办法去收拾的烂摊子，那美国要如何来处理？我觉得这是川普一直在考虑跟这个伊朗进行沟通协调究竟是何试战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考量的基础。因为伊朗毕竟不是委内瑞拉，你委内瑞拉你可以斩首马杜罗，然后把他夫妇带走，然后你就可以找第2号人物接手，然后就成立一个至少相对亲美的政权。所以他可以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去解决委内瑞拉，但是伊朗不是哦。伊朗哈米尼就算被你斩首了，还有第2个哈米尼，还有第3个哈米尼啊。他们有了马杜罗的教训之后，就算是哈米尼革命卫队的这些首领都不会同时聚集在一个地点的。对，所以就算没有了哈米尼，还有他的接班人，没有了那个接班人，还有下个接班人。所以对于伊朗来说，他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神权的政权，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这个神权支持的革命卫队哦。这个不是说复制委内瑞拉的方式就可以完成的，所以要处理伊朗，如果川普真的要动手，他就要有打地面战的准备嘛。我想
舰长是军武出身，很清楚啊。你处理伊朗，你不可能轰炸啊，你就算轰炸把伊朗轰的这个遍体鳞伤，俄罗斯轰炸乌克兰轰炸了个半死，乌克兰也完全被占领吗？没有啊，他陷入了长期的焦灼战跟阵地战的。所以今天川普如果真的要动手对伊朗这个下重手，靠什么轰炸机，靠什么飞弹驱逐舰，那一点用都没有的。你就是实打实的地面部队，你要从头开始打到尾，把伊朗占下来，那么你还有可能说真正的结束这场战争，否则你就会变成一个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然后就变成一场泥淖哦，那就变成美国又要陷入了另外一个这个悲剧当中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川普操作的手法哦，看懂的人就知道要怎么对付他了。川普这个人是吃硬不吃软的。他硬就比他更硬，所以当他那个时候说要打伊朗的时候，伊朗就说：“我准备了2000枚这个中程跟短程的飞弹，我可以把你整个中东的美军基地，包含你美军的这个盟国，包含以色列，我通通都焦土。”他就这样做就够了。他就算消灭了伊朗100万人，美军只要死100人啊，这个川普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双方哦。彼此的底气是不一样的。我今天可以鱼死网破，跟你玉石俱焚，你美国行吗？就你美国不用跟我玉石俱焚，你只要焚个1/10，你美国就吃不消了。所以其实你看，从当时川普本来以为说吓一吓伊朗哦，就伊朗可以让步哦，那么或者是这个透过摩萨德、透过 CIA 在伊朗内部的这些。长期安插的这些所谓的县民或者这些种子，发动各式各样的抗争哦，甚至还有一些这个恐怖的爆炸、失火这些行为，他就可以把伊朗政权给瓦解掉。但他这个算盘打得太容易了，就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了。伊朗的神权掌控虽然也许不尽得人心哦，但是也不是说他们用这种小手段就可以解决的。所以当你看到伊朗其实也看破了美国的手脚之后哦，我是觉得伊朗不会示弱的，所以。在这段期间，伊朗的调子从来没有放软过，伊朗还是很高调的在处理美国。对川普谈判只有硬碰硬，川普只尊重强者，谁是强者啊，他就把他当好朋友。比如说习近平啊、普丁啊、金小胖都是川普的好朋友。好，所以我们看到至今川普仍然是针对伊朗在做极限的施压。那确实碰到川普这样子强硬的态度，伊朗。同样是以非常强硬的态度来做回应。我们来看到的是他的外交部长，这位是阿拉奇，他说：“伊朗，我们虽然无意发展核武，但是我们的原子弹就是对大国说不的一个能力，并且呢，这个原能的首长他们也说了，除非你西方国家愿意解除我们伊朗的金融制裁，我们才有可能考虑要稀释高浓缩铀。那现在伊朗有440公斤的浓缩铀，纯度是大概60%左右，距离90%，也就是武器级的这个浓缩铀的发展，现在看起来是一步之遥。到底有多快？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要这么的紧张，做极限的施压？接下来的美伊的核谈判有没有可能？因为第2次了嘛，又破裂，舰长怎么看？第一个，我很久以前我认为核战就是核弹哪有那么大的威胁力啊，对不对？这是我当时的感觉。直到在川普1.0上任的时候，他不是那个时候他跟金正恩就朝鲜天天2个人对枪来对枪去，那个川普的各种说我要怎么样对他。当时还想说，哇，朝鲜这么小，你那么弱，我不要说美国打你，南韩打你都可以很顺利的把你打完，你怎么敢跟他对呛的？结果大家有没有记得那时候最后怎么样？2个人就川普跟金正恩相拥，还见面，还见2个地方，新加坡见一个，那个停战线那里又见一次。我那时候才开始我知道说，核弹真的很有威慑力。是这么大的强权美国，这么小的北韩他都不敢打，就是因为他有核弹。那为什么他不敢打？因为这个金正恩是真的有可能去丢核弹，你把他消灭，你看他会不会丢核弹？他是那个一个人的就可以决定了。那看完了北韩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国家比北韩还要更恐怖，这个国家就叫伊朗，因为它是神权政治。神权政治这里一群的人是非常相信这些教义的，教义里面圣经里面有说个世界末日，你知不知道？世界末日，上帝下来，从此人类有1000年的公平正义的幸福快乐的日子，很多人相信哦。所以有一天你真的把这个伊朗惹火，如果他有核弹，我跟你讲，我真的相信他丢核弹的意愿会超过北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一定要绝对不能让他拥有核弹。那你说从60%到90%，其实是一样的技术，它就是一个分离。就像我们在外面那个，你有没有看到吃那个
那个棉花糖哗旋转，那些比重不一样就会摔到边边。它那个也是一样，从60到90，就是再也许精密一点、甩得快一点的那个分离机。那我也去查一下说，如果它要快一点，没有任何人阻挡，然后也有人协助他的话，他大概多快可以做到90，你知道？1个礼拜。但是做到90之后，1个礼拜还有距离核弹还有一段时间，核弹你肯定要核爆，你要制作什么东西，各种东西大概要1-2年。是。那为什么伊朗停在60%不动？它为什么不到65、70？因为你再往上走，人家就一定要消灭你。尤其90，我非要消灭你不可。但是60哦，他所充分的表示，你不要惹我。我是具备这个威胁性的。这是一个60停在那里一个很多国家停在60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没有违规，但是我具备那个威吓的能力。这是他这个。然后至于说会不会打伊朗，会不会退让哦，我完全认同刚刚委员的意见。我从第一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说绝不可能打。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拉美，他们现在所有的心思都在拉美，他也认为这是我的半球。伊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我想到的就用什么东西来形容伊朗是最正确的？马蜂窝，它有90多万的那种能够拿枪的军人、伊斯兰卫队、警察、保安警察、道德警察，哇塞，有90多万人。这些人你一打他，你想想看，哗就往上跑。尤其他那个圣城旅跟那里所有的那个叫做武装组织，通通有联络支援，他们会散出去。是。所以他不会去打他。那你说会不会退让？我觉得他一定会退让。只是这个退让你要记住，不代表说我就把所有销毁哦。你如何监控我？他会谈出一个结果。好比说，你根本派人来这里看着我，绝对不准超过60或什么的，或者60你给他销毁一部分怎么样的？那个所谓的退让，不代表说他完全销毁，而是双方达成一个共识，不会打仗。这是我的猜测。好，舰长认为是不会打仗，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美国跟伊朗就是僵持在那边。那有这样子僵持的局面，其实现在最紧张的，其实就是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了。纳坦雅胡现在呢，来自于这个以色列自己媒体的报道说呢，他对于川普的政策现在感到非常的忧心，原因是他很怕川普啊，从本来是对伊朗很强悍的，转为之后会做有限制的核谈判。那么这样子的话，他认为是对以色列不利的。等一下，请华干哥来带我们看，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单独攻击伊朗的核设施？那如果真的发生，伊朗有没有可能再以弹道飞弹来报复以色列本土？我们先来看到另外一个最新消息，就是呢，在一个加密预测平台，这个叫做 Poly Markets， 有一个可疑的账户哦，最新在这几天押注了10万美元，预测美国将会在今晚攻击伊朗，如果成真，报酬高达400万美元，引发外界质疑说，这个人这个账户有没有可能有得到什么内线的内幕？好，干哥怎么看？对啊，当然嘛，加密货币预测市场平台，一听你就觉得说，哦，好未来，好先进哦，对不对？他说，来，请下注，每个人对不起，进入门槛是10万美金，但是如果一旦能够真的照你的预测，美国在不管是比如说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晚上。他给一个时间，真的如你所言，美军出动的话，你可以得到400万美金的报偿，40倍哎！我跟你讲，很多就是这些 hacker 他们都跃跃欲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就像你讲的内线消息，或者是一些观察，或者说他们有一些，你知道，其实老实讲一句，像这样子的这些加密货币平台，它在跟国务院或者是说。美国的就是华府之间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些某一种程度上的消息，就端赖川普什么时候下命令。所以老实讲一句，这就是豪赌。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虚拟实践，变成真的拿出来赌了，你知道？我补一句，刚刚上一次美国公股的流量，你知道一样赌，有人赌赢了，有一个。你说真的？也是大笔的。上次也是就是几万美金。那也是在他的，也是在那上次有赌一次，有一个加密货币平台上面这样子。对，然后也是赌，我不晓得是不是加密货币，就是有人也是一样出了一笔钱赌，大赚一笔。那时候还说要去查这个人是不是有内线。像舰长讲，这个就是一个趋势，你知道为什么吗？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引起所有人的关注，引起社群平台上面的什么，去加码，去干嘛？去按赞啊，去点阅啊。这老实讲一句，这就是一种你对于全球的
意外啊、灾难啊、国际冲突局势的紧张的那种关注度的话，老实讲一句，对于像这些平台，或者甚至对于加密货币，它都是有良性的帮助。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真实的战争，委员刚刚也讲了，这个你没有派兵去要怎么打？其实我讲句实在话哈，我到现在还在揣测美国到底要怎么做，因为你现在我们看一个重点，已经把迪耶戈加西亚这个地方，迪耶戈加西亚大家要知道，在印度洋上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是大概平常人不会去的地方啊，它非常偏僻荒凉，但是那里有其强大无比的军事基地，是啊，它是本来是属于西班牙的一个岛，然后它这个岛呢，我跟你讲，美国跟它租借，然后上面放的都是 B-52轰炸机，它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打到伊朗最近的基地。当然你说我们还有在卡达的基地，对不对？可是卡达的基地你摆上任何东西都很惹眼，但是在迪耶戈加西亚，它有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说 B-2进驻到迪耶戈加西亚。飞到伊朗大约是3000公里，但是中途会有10次的加油，就是由加油机。迪耶戈加西亚有全世界最强大的空中加油机队，美国打仗是这样的，全球打的。所以如果说他今天已经部署了伯克级飞弹驱逐舰以及加油机和 B-2轰炸机去的话，那他势必会去做一些类似像惩罚性的行动。但是这里面最紧张的还是谁？还是尼坦雅胡？为什么？因为尼坦雅胡从去年6月那12天的战争之后啊，我坦白跟各位讲，就是说他所受到的，就是内阁的训令，就是说你一定要先鼓动美国出击。为什么？美国如果不动的话，那对不起，我们一定要打。我们自己打。以色列本身有没有办法打？有，它可以从哪里？它可以从特拉维夫的空军基地，像1985年的巴比伦行动一样，奔袭1000公里去打伊拉克的核设施。记住，那时候是伊拉克，现在是要打伊朗，那更远了，2000公里了。对，那怎么办呢？还是要靠加油机来做。但是你所经过的空域全部都是阿拉伯国家，所以非常危险。对所以你到底能不能成功？尼坦雅胡就会赌这一把。如果美国你再不动的话，我自己干了。我自己干是什么时候？除非你美国跟这个伊朗的确谈好了，伊朗说好，我听，60%就好，我现在就真的不会再往前进的，派人来看。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尼坦雅胡才会相信。不过我觉得很难的。外界其实之所以这么在意这个加密货币的平台的原因，是因为川普家族过去就是经营加密货币的。川普的2儿子就是投入了加密货币的公司，包含最近一个最大的新闻，那个阿联酋的这个国家负责情报的这个头子所掌管的国家主权基金，早在川普当选的时候就投资了一大笔钱进入他们的加密货币公司了。所以当然大家一看到这个平台做这样的对赌的时候，就会认为说它有其可信。甚至有泄密的可能。我觉得就是说今天晚上会不会动手不无可能的原因是说，你要看什么叫动手啊？动手是地面部队从现在就开始打了，就开始从边界登陆开始一起往前推，还是轰炸机炸一炸，飞弹射几枚战斧过去叫做动手？这很难讲哎。如果说只要有动手就算动手的话，那么后者就可以了。这个能够得到内线消息的人仍然可以大赚一笔。而且事实上用这样的方式也很符合川普的极限施压。他说你以为我不敢动吗？我现在就先射你20枚这个战斧飞弹，让你看看厉害，然后接下来再来谈。所以今天晚上有没有可能会动手？我觉得也不无可能，只是说到底是动什么手，动多大的手而已。那今天节目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中东战事。现在呢，伊朗的国产无人机航母，这个我们今天会特别来看的，叫做巴盖里烈士号正式的亮相了。再加上伊朗他手上握有了1000架的战略无人机上线，今天会特别来关注是革命卫队已经全面的备战了。那么美军林肯号在中东则是持续的施压，这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是，其实呢现在林肯号已经正式的抵达中东地区了。根据川普的说法，还有另一艘航母也即将很快就会抵达中东了。那伊朗则是呢，这一回在海上也祭出了它的新的航母，正式的亮相了。这个航母叫做巴盖里烈士号航母。那根据了解呢，它是由货轮所改造的这个航舰，具备滑跳起飞的甲板之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同时它有倾斜的这个飞行跑道。
到，根据了解呢，内部还有一些小型的医院，甚至是健身房啊、跟体育馆等等，所以这个涵盖的面积其实是非常大的。看一下它的小档案，长度240公尺，高21公尺，最多其实可以在上面部署60架的无人机跟30具的飞弹发射架，可以具备直升机的作战跟电战的能力。同时呢，我们也有看到刚刚提到的内部也非常的大，那可以配备的包括了地对地的巡弋飞弹之外，单独的作战平台也可以部署反舰飞弹，可以打击最远达到2000公里的一个目标。现在做了一个初步的推估，伊朗可能会想要用它的这个航母，也就是无人机航母，以自杀攻击的方式来攻击美国的林肯号航母。这个对决，等一下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伊朗除了有拿出它的航母之外，我们看到它同时也准备了1000架的战略无人机，正式的已经编列了作战的序列里面去，成为核心的打击力量，将是靠无人机哦。外媒这边也特别点出了，现在伊朗呢，他手上还握有8架的见证者无人机，日产量甚至达到400架，而且重点来了。还有俄罗斯在当中帮助提升它的产能。刚刚说到了俄罗斯的角色，除了帮助在无人机的生产之外，还有寄出了米格29武装直升机。现在根据了解，已经现身在伊朗的境内了。那么伊朗现在也说呢，他要掌握荷姆兹海峡，也就是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在2月份，2月1号到2月2号这2天。他会在荷姆兹海峡这边正式的举行实弹的军演，这个海峡将会被很快的控制住。伊朗的政府专机也从德黑兰被拍到直奔莫斯科的一个航道，是否代表说最高领袖哈米尼接下来会逃往俄罗斯呢？这样子的议题我们会持续的来做关注。那么来看到美国方面又做了什么样子的准备呢？在各个武器逐渐到位，我们看到除了林肯号抵达中东之外，自己的官员也证实了，1艘驱逐舰也到位了。美媒披露，现在川普正在评估对伊朗即将发动新的重大军事打击。那么已经在中东部署的武器，我们做一个统整，包括了10艘的军舰跟6艘的驱逐舰。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请厉将军来带我们看，这个是国产的伊朗自己的这一个航母，真能对美军的航母造成实质威胁吗？如果说无人机蜂群真的正式的出手，接下来林肯号有没有办法防得住？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艘这个用货船改造的无人机航母哈，如果真的是跟美国对峙来讲的话，可能撑不了30分钟就会被击沉了。那当然，伊朗我们看得出来，他一直想要所谓的这个采取一种不对称的作战哈，这个积极用它最强项的无人机。可是我觉得你用在这个货轮改装上面，你知道我们很简单一个数据嘛，美军的这种鱼叉飞弹射程就300公里哈，虽然说你的反舰飞弹号称可以打到200公里那么远哈，到底可不可以，我们还是一个疑问。可是这个美军虽然说它的鱼叉飞弹300公里，可是它可以用空射型的哈。这个如果说美军用空射型的，它舰载机哦，这个 F-18战机带着这种空射型，那在2000公里之外击落你命中你这一艘这个无人机航母，事实上是轻而易举。另外，美军的鱼叉型也可以用潜舰来发射。那一艘航母通常来讲的话，你必须有很多，你除了攻击的武器之外，你还有自卫的武器。我们看到任何一艘军舰上面，基本上都有防空的或者反导弹的飞弹部署在船上面。那要不然最起码你近迫防御系统也要有。这个美军的是方阵快炮，那解放军的是1130快炮。那如果说这条船上面这些东西都没有，那很容易被击落。第二个来讲的话，这美军要侦获到你也是非常容易的。这个以美军现在不要说是太空卫星了，它如果说船上或者是飞机上的电子战的雷达来讲的话，要在这个波斯湾上面侦获到你这条船事实上我觉得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你很快就会被侦获到。那第三个，你这条船上面到底有没有反电子的装备？如果你连这些装备都没有，那一个这个美军，譬如说是航母上面的咆哮者战机过来的话，可能就将你所有电子系统全部干扰到。当然，我觉得伊朗这也是没办法中的没办法说想用这种办法，可是这个确实很不切实际，只是流于政治宣传为主。那目前来讲，
据我了解的，到今天下午最新的一个讯息哈，这个美国虽然说林肯号航母已经部署在这个阿曼湾的外海，就阿拉伯海波斯湾的外海，在这边应该已经在那边就位了。虽然它将 AIS 关掉，但是今天有一个 AIS 的信号雷达又开了哈，在什么地方呢？有一艘美军的伯克级驱逐舰，现在正通过红海哈，这个苏伊士运河，它等于说是从这个地中海那个方向哈赶过去，所以美军不断的军舰在这方面增援这个地方。我个人认为，美军是想要川普是想要借着这个极限的军事施压，来迫伊朗来就范，来愿意上这个所谓的谈判桌，来谈所谓外交方面来做解决哈。那伊朗来讲，目前来讲也没有说是完全关掉这个大门，外交的谈判他也没有关掉这个大门。但这场仗打起来，我觉得就美军来讲，也不见得能够占到便宜。虽然说他可以将伊朗打到元气大伤，可是他如果说不能在第一时间就将伊朗这个逼他就范来讲的话，那伊朗后续的反扑，甚至于后续的力道还是很大的。对美国这个在中东地区的基地我们现在看到伊朗来讲，它的主要的武器就是导弹跟这个无人机嘛。那不管是对以色列或对美军在这个中东地区的基地，都会构成很大的威胁。所以我个人研判到最后这两个国家还是会走上这个谈判桌，来做一个用外交方面来做一个解决。那真的是开战的几率，我个人研判是不高的。好，所以我们看到美方现在正在做极限施压，所有的武器都已经集结在伊朗的周遭。那另外一方面，这个伊朗看起来情势紧张，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也有跟俄罗斯有军事上面的合作呢？刚刚提到了说，哈米尼的专机现在有在猜测是否要往莫斯科的方向飞过去，难道他是要逃离这个伊朗吗？那同一时间，另外就是有被发现遏制的米格29现身在伊朗，这个俄罗斯的角色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是政治避风港，是战争时候的后援吗？我们也看一下米格29的战力，可以为这一场战争带来多大的助力？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哈米尼到莫斯科去它有3个意义，也是3大目的。第一个做战略移转，因为哈米尼如果留在德黑兰，留在伊朗，它是美国要去攻击的目标，就跟在委内瑞拉对马杜罗就是要去擒拿他。那现在他如果是哈米尼是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也是最高领袖，他现在到莫斯科去了，战略目标到莫斯科去了。你在这边，你对美国对德黑兰还能够有这一方面的要去狙杀哈米尼，用一个外科手术式的斩首战吗？没有啦，你的目标已经跑到莫斯科去了。在莫斯科来讲是相对安全的，这是一个战略移转，因为哈米尼在哪里都会洞见观瞻，被以色列的摩萨德的情报组织，或者是美国的 CIA 中情局掌握，那就是讲的轰炸目，就是那个地方，因为这个很容易被掌握嘛，因为他这个想要去隐蔽，躲在哪里？躲在指挥所，躲在地下洞穴，或者躲在碉堡里面，很容易被掌握，那就是被攻击目标。那他离开了，你怎么攻击？他人不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移转到安全的处所。第二个，实施战略沟通跟战略协调。因为伊朗需要买什么武器、什么装备，所需要什么的急需，透过哈米尼直接在莫斯科直接跟他们的当局就协调了，不用再来来去去的了。这个我要买这个，这个要加强这个，这个要加强这个方面的交换，因为它是最高的，他直接在莫斯科就做了战略沟通跟战略指导，这是最快、最直接的。最高领袖在这个地方嘛，很容易就可以达成他的战略沟通的这一方面的目标。我们第3个就是一个。我们讲的保全战略象征，因为他毕竟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那最高领导人是安全的，安全无疑的，这个政治符号、政治图腾就保全住了嘛。对伊朗这一方面的这个指挥体来看的话，没问题，这个最高领袖是安全无疑的，大家都可以按照这个指挥体系、组织运作、这个官僚的体系继续来这边实施，没有问题啊。所以他这个是为了保全战略符号、战略图腾、战略象征，他做了这方面的努力。我认为伊朗是有备而来的，不然的话，那哈米尼在哪个地方？在伊朗，伊朗虽然大，但是问题是目标被掌握的是相对容易的。是。那我们先来看米格29，那米格29是一个战斗机，它的这个最高的速度是2.3马赫，这个最大的航程我们讲的就是1500公里。但是问题是它是老一代的。
那他老一代的话，现在都已经到了数位化的这种作战模式，或者是体系化、网状化的作战系统。那他这个能够有多少的这个我们讲到的抗干扰、电子反制的能力，我认为堪虞。因为再加上一个最大的致命伤，就是讲的伊朗的训练，因为他经过他那么穷，经过美国的这种武器禁运，还有经济制裁，他在这一方面是经过长期下来，对他军力的这种折损，跟他的训练来看的话，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我们看去年2025年，这个以色列也包括美国的 B2 轰炸机对伊朗的这方面的轰炸，伊朗整个防空只管通缉系统也好，还有防空这个飞弹也好，防空火炮系统都没有发挥威力耶。那换句话说，它的系统空地整合的系统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俄罗斯也提供它的这个最新型的这米28的武装直升机，但是这是对地作战的，这个武装攻击直升机是对地作战的。那美军跟以色列如果不进入地面进入，这个米28大概只能这个空中警戒跟地面运兵的这方面的一个功能了，所能够发挥是有限的。所以米格29的战机也好，或米28的武装运输直升机也好，我认为在伊朗所能够发挥的战略角色相当有限。好，不管这一场战争会不会真的发生，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在中东附近，尤其是伊朗附近的邻国，他们其实很多国家是不希望发生的，这当中也包括沙烏地阿拉伯。主要的原因是，其实他们也会担心，如果真的在伊朗境内的神权发生什么问题的话，对于后续整体的中东情势恐怕也是会更危险的。为什么会这么想？杨老师怎么看？如果伊朗发生动乱、冲突、战争，那一定会有外溢扩大的效应。你想想看，伊朗这样子的面积跟它的人口将近有9000万的这个人口，它在中东跟西亚的部分哈，就包含阿富汗这些整个区域，它是最中心的。它连接了波斯湾跟黑海，那所有的历史上的就是重要的通道以及地缘的战略这个高点都在这里。那它又是两个特殊的是，它虽然是穆斯林，但是它绝大部分是什叶派，要跟其他中东国家的穆斯林国家不一样。第二个，它种族上是波斯人，古文明，可是一直以来其实就以这个区域为主，跟其他的阿拉伯人种族上不一样。因此，它是一个完整的，就是这个民族国家虽然有一些其他少数民族，当它如果发生战争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得到，第一个，这个军事冲突会扩大，因为它可能会针对在这个区域有其他美军基地，或者是从甚至伊拉克、科威特、巴林，然后呢，卡达到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会变成他攻击的对象，所以这个军事冲突的扩大当然以色列也是一个可能的目标。这第一点的这个危险。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恐怖团体，就恐怖攻击也可能会扩大，因为过去各位记得吗？从伊朗到伊拉克到黎巴嫩，然后呢到就是叙利亚基本上一直连结的就是以什叶派为主的。那经过这一阵子，从伊拉克到黎巴嫩的。就是相关的派系，以及到叙利亚的这个政变，这美国跟以色列相当程度的压制了伊朗支持这边的什叶派的一些作为。可是现在如果它整个动荡的话，这个一定会相关的这些组织恐怖攻击会再起。那第三个，能源你更不要想，战争还一开打的时候，波斯湾可能就被封锁了。然后呢，伊朗自己本身的油，它如果减少供应的话，国际的油价。那甚至这个区域的能源的运输都会产生影响。那第四，我们刚刚提到，它有9000万的人口，你产生的难民的冲击也是难以想象的。它其实整个过去20年，整个中东跟西亚地区的这些冲突，从美国打阿富汗到伊拉克，全球的难民都在增加。因此我觉得这几个层面，军事攻击、恐怖攻击、能源危机以及就是难民的问题，大概都会对这个区域产生严重的影响。我觉得美国大概也会想到这方面，然后呢，这些区域的各国也会告知美国，你要警告可以，你要预防性的攻击，那是你这个尊重你的决定。可是你要采取全面性的攻击的话，
其实那就可能会造成整个区域的混乱。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川普一直想要炸垮这个伊朗的核设施，但是现在说是不是真的还是无法炸垮呢？另外就是中国大陆方面了，补军火要来救伊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吊诡的事情是，伊朗的军官现在突然间本来说被暗杀了，又突然间复活了，打脸美国，到底怎么一回事？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我们看到这个以伊冲突发展到现在，好不容易落幕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伊朗的防长突然间赶快跑到中国大陆去青岛出席了这一场防长会议，并且跟董军见上面了。那防长赶快跟中国大陆说呢，希望能够中方主持公道，维护当前停火，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以色列方面已经呛瞎了，他说：“伊朗你的防空系统80%都被我们美国跟以色列打到瘫痪了。”到底伊朗的这个防空系统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呢？现在来自于《环球时报》建哥的司政客这边做了一个分析，他认为说，伊朗这个时候去到中国大陆有这样子的动作，不是只是在这种外交上面而已，其实他要补的是军备上面的漏洞，所以赶快跑去找中国。那军备的漏洞有哪一些？哪一些是它的短板呢？首先我们要来看到，同样也是这个《环球时报》这边所做的分析，里面提到第一个就是伊朗所拥有的这款武器。努尔反舰飞弹，他特别提到这个射程其实太短了，130公里是无法突破以军的，不管是它的护卫舰或是天使飞弹的封锁。那么防空的拦截率更不到40%，而且还缺乏这些海上的机动力。所以呢，这边分析说，现在伊朗需要的第一款武器，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052D 飞弹驱逐舰。第二款是不是现在伊朗也很有兴趣的，就是中国大陆的歼10C？因为现在来自于腾讯网的报道说，伊朗的军官最近几天呢跑到中国大陆去做视察，尤其他们看到这个。印巴冲突当中，中方透过电子作战有非常大的优势，是不是他们现在也考虑歼10C了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不管是052D 或歼10C，到底伊朗还可能买哪一些中国大陆的武器？那如果中伊真的有了军火上面的交易，他可能会卖哪一些军武给伊朗呢？防空、无人机、弹道、导弹等等，有哪一些有可能是成真？将军怎么看？其实这是去看这个052D 这条军舰，不是只有伊朗的国防部长，而是这次去参加上合会议的所有国家的国防部长，只有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没上去看，印度很酸，很不是滋味哈，所以他不去看。那其他人都去看了052D 啊这条的。可是这个伊朗这次来讲的话，由于这次战争，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伊朗它不是被打瘫，它是根本就没有空防，你知道。他也没有海军，从巴勒维时代，他或许那时候还有海军。各位知不知道，这个我们台湾的有4艘基德级军舰，本来是要给巴勒维，本来美国是要卖给巴勒维的，后来因为伊朗这个变天以后，变成这个他们这个政治的领袖换成这种所谓的这种宗教领袖之后，哈，变天之后跟美国对抗。那美国就这4艘军舰就没有卖给伊朗，然后转卖给我们。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没有海军。那空军来讲，你看这是所以有2架飞机被打掉，其实不是被打掉了，它是本来就停在机场，可不可以起飞都是个问题。它是 F14，那多久以前的飞机啊？那是这个70年代的飞机，停在那边根本就没有起飞。所以伊朗你可以说它完全没有空军跟海军，这是现实。它唯一一个强项就是靠它的导弹，还有无人机，这是它的强项。当然，他们希望建军。那这次来讲的话，他们这个国防部长也特别到青岛，借着这次的上合会议去参观了052D 的驱逐舰。但是我个人认为，他们要买的几率不高哦。为什么？第一个，伊朗老百姓不要。为什么伊朗老百姓说不要？因为他们现在最急的是空防。他这次来讲，经过这次，他们最大的威胁其实倒不是海防，因为没有人会去封锁荷姆兹海峡，他自己也不敢封锁荷姆兹海峡。但是你看这次来讲，以色列的空军跟美国的空军如入无人之境，根本就是回到自己家里面一样。他想要打哪里他想要炸哪里就炸哪里，他想要炸德黑兰就打德黑兰，他想要炸科学家就炸科学家，他想要炸军事设施就军事设施。然后这个伊朗一点防空的能力都没有，所以另外来讲，其实我们讲陆海空三军的建军，你要建立海军也没有那么容易。我跟你讲哈，陆海空三军，我们建军里面哈最容易建的是我们陆军哈，人家说1年陆军，
这个10年空军，100年海军哈。海军你不是光造一艘军舰就好了，你中间的训练过程，还有整艘军舰的搭配合的措施，事实上是非常复杂、非常繁杂的一个工作。然后空军来讲或许还比较快，但是最少也要10年。包括你的战机，包括你的预警机，包括你的雷达系统，整个要建立。其实讲穿了哦，这个陆军这个是比较简单方便了。那伊朗陆军是很强，没错。可是他现在缺的，我认为他优先要找的是空军。那空军来讲，他当然看到巴铁这边哈，它的歼10C战机啊，它的预警机，它的各方面来讲的话，能够跟印巴空战里面打一场胜仗。那当然，我觉得他最优先。他们现在老百姓要的是希望能够买到空防的各种武器，包括飞机、包括导弹、包括预警机。那是目前来讲，我也认为伊朗所需要。但是中国会不会卖给他？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打上一个问号哈。这个包括到大国之间博弈，不是说卖就卖了。我觉得中国不见得在这个时候会卖给他们。是好，伊朗需要这个飞机、导弹跟预警机，但是在政治上面，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真的卖给他？这个我们还要再做持续的观察。那我们也会来特别的做解读，就是说，川普一直认为说他这一场攻击行动是成功的，但是呢，一直被打脸，到底又是怎么回事？是伊朗现在反过来把美国耍得团团转吗？等一下请张将军来带我们看。我们先来看到这个，在这场。上周我们不是看到这个美国轰炸了伊朗之后呢？之后川普就已经在对外高调宣布说，我们的午夜重锤行动是彻底的成功，彻底的把伊朗的核设施给摧毁了。他很得意的说，所以呢，下周我就会和伊朗来正式见面，签上协议了。这时候 CIA 出来补了一刀，认同川普的说法，他说有情资证实了。伊朗的核设施确实被美方给打烂了，而且呢，伊朗如果要重建，得花好几年的时间。但是呢，美国媒体立刻出来打脸这个说法。美媒踢爆说，有一份是来自于政府内部的秘密泄密文件显示，美军空袭效果远不如川普原本所说的，而且呢，川普不想要让外界知道，所以呢，白宫打算对国会封锁相关的情报。CNN 就很火大，出来说，你川普啊，根本就没有证据显示说你的这个行动是成功的，你只是硬凹说你有摧毁掉伊朗的核设施，就像是当年2020年选举的时候一样，疑似呢，你就是对这些情报单位施压，都是为了你的政治上面操作。同一时间，我们来看到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出来喊话，他说我们打了一场胜战，打了美国一巴掌，还说川普你只是表演了一场戏。而且呢，这个被以媒宣称战死的这些伊朗高官，比如说圣城旅的指挥官、前国安会的秘书长，竟然全部现在都现身了，好像是复活一样。伊朗是不是可以说把美国现在耍得团团转？张将军怎么看？这一次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美国也介入，三方都称胜利。那三方他各有各的说法，因为也要就舆论战、还有新闻战、还有心理战，你不得不说自己胜利了，获得重大的战果。那也就是包括在5月7号的印巴空战，他们也都在讲说，印度跟巴基斯坦都说获胜，还放假在大肆庆祝，他有他的一个考量。那我们先来看这一次美国派的。我们讲7架进入这个 B2A 轰炸机进入的时候呢，它挂了14枚的 GBU-57专地炸弹，也就是讲的碉堡克星那去轰炸。那可以讲它是怎么样？它就是表示它挺以色列。那挺以色列的状况之下，它只炸，它的重点轰炸就是针对核设施，针对福尔多还有纳坦兹，它去炸。另外一个我们所知道的卑斯法罕。这一个是由我们讲到的这个我们讲到的就是巡弋飞弹战斧巡弋飞弹将近30颗去炸这个伊斯法罕，就知道了哦。那炸完一波没有了，那就是说这是我比方说我挺以色列，对，午夜重锤就是挺以色列，而且出一批次，这一波打完就不打了，就表示什么？第二个，它这个是你看它并没有炸其他军事设施，包括导弹阵地、这个伊朗的飞机场、伊朗的这个作战指挥中心，通通没有。就是针对的这伊朗核设施，所以它是聚焦，它是蜻蜓点水。美国并没有扩大战果，美国鸣金收兵，它就是我不要卷入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很清楚第一目标，这是很清楚的嘛。第二个，它不要介入
掉入泥淖，像阿富汗战争，对，打的前后就统统都加起来的话是20年，那它是鸣金收兵，点到为止，见好就收，这是美国的原则。说不掉你不会，万一有一架美国的 B2A 被干掉，那还得了啊？那川普怎么去交代？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你知道，川普他是有限制的介入，然后他做了个停损。那第三个在哪里？现在川普的重点是经济大于军事。他现在搞的是他国内的经济，他国内经济没有搞好，一切都是白搭。所以不要过分投入到伊朗。伊朗真正要去对伊朗去做牵制的、去做攻击的、去做反制、去轰炸的，那是以色列的事情。美国只是一波次的行动，代表去挺他。你看美国花那么大的兵力，调动了35架的空中加油机，3个航母打击群都在那个地方，结果打完一波次，收兵，统统回去，还这个 B2 轰炸机还归建了嘞。怎么在换教授他就不继续玩了？所以三方或称获得重大的胜利，三方都有他的一个新闻价值跟舆论战的考量。是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美国对这个伊朗的打击根本就是蜻蜓点水哦，对伊朗施作也就是见好就收，也在战略上跟政治上面做一定程度的表态。但是如果美国只是这样点到为止，代表说伊朗它的核设施确实还是存在，甚至已经被移到其他的地方去了吗？因为现在美国很担心的事情是伊朗的核材料失踪了。彭博做了一个披露，说在美以联手轰炸之后，伊朗所累积的高达60%的这个高浓缩铀竟然下落不明，而且这一批浓缩铀是可以造出10枚核弹的。那事实上呢，国际原子能署也早在5月就已经收到伊朗的通知了。他说呢，一旦呢我们遭受到攻击，我们就会把这个浓缩铀给移到其他的地方去。那专家也示警说，这个伊朗现在拥有的浓缩铀60%，如果升级到90%，只需要几百台的离心机，几个月时间，伊朗就可以造出核武了。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伊朗的浓缩铀神隐了，是不是被偷天换日了？接下来真的造得出核武吗？欢哥怎么看？我们来谈几件事情哦。第一个，国际原子能委员会他们说，在12日战争之前，在今年的5月之前，他们是一天早上检查一次，中午过完之后会再检查一次，所以他们对于伊朗他们的浓缩铀的一个进度，他们是了若指掌。但是经过了12日战争完之后呢，突然间原子能委员会他双手一摊，他就说我们不知道目前伊朗的一个状况。那现在因为全世界有非常多的不同的一个媒体，因为过去的媒体都是由所谓的大型的国家、大型的一个所谓的新闻组织来做控制，那现在有很多小型的一个媒体哦。现在就可以发现，就是说，伊朗其实就在钻地弹去攻击前的几个小时，外面排了数百台的一个大卡车。这些大卡车在干嘛？是不是把重要的一个设备全部都扛走了？但我们目前来谈呢，就如同刚才张将军所说的哈，第一个，各国都需要理由，让国内的舆论、让国内的媒体、让国内的民众说，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站得住脚，日子还过得下去，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目前包括了伊朗、以色列跟美国，他们都说我们大胜，但各位有大胜吗？以色列其实很多的大都市被打得东倒西歪，伊朗到现在可以说是颜面无存呢。好，回头来看哦，那现在对于川普来说，川普很清楚。川普就是无论如何要把这场戏做到完整，所以呢，你伊朗会不会把东西撤完，他不管，他就是我飞机派出去，我把这场大秀做完，做完了之后呢，各位他的江湖地位增加，各位可以去看嘛，他后来到了整个北约荷兰海牙去参加峰会的时候，他已经不是美国的国王啦，他也是全世界的国王啊，他那个整个可以号令一切的一个方式哦。但就现在来看的话，我认为啦，在大国博弈当中，很多事情永远都是罗生门。例如说像伊朗。美国经过了30年的中东战争之后，他们已经知道的，中东不管是伊朗，不管是阿富汗，不管是伊拉克，国家大，人口多，而且他们其实有每个人，你把这个问题转成美国的问题的时候，永远解决不完。快进快出，把问题解决完，对国内舆论有交代。各位，这个就是对的。所以就现在来说，伊朗他们很想要的是如何能够让整个国内目前缺的医药的部分、军备的部分、其他的。其实伊朗最简单的，被经济制裁50多年了，早就没钱了。如何能够把钱扛回来？对于以色列来说，我们现在已经揍了伊朗了。好了，加沙走廊的仇报了，伊朗的仇报了，现在全国开始回去做建设了，这也是目前要看的。所以现在三方都有三方的一个论述，三方都说三方是大胜利，但就现在来看，最赢的各位还是川普。为什么呢？川普到欧洲去，等一下我会继续谈哦，他那个不可一世的样子，哇，川普现在江湖地位不一样啦。